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北极啊。本期带大家看一部爆火恐怖片《绿豆红豆》。故事开始，妹妹小花正躺在手术台上，准备进行整容手术。虽然她本身就很漂亮，但她还是不满现状。她想整成姐姐大花的样子，然后夺走她的一切。原来大花和小花是同父异母的姐妹。自从他们的爸爸去世后，大花便找了个很有钱的富贵男友小帅，小花母女俩不得不忍气吞声，几乎充当着保姆的身份，每天帮她洗衣做饭。这天，姐姐大花正坐在镜子前梳妆打扮，她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今天是她带男朋友小帅回家吃饭的日子。继母在一旁不停地嘲讽大花贪慕虚荣，大花也不示弱，怒怂道：“只要能嫁给富豪，麻雀也能变凤凰。”继母还是帮大花穿好了衣服。晚上小帅就来了，他年轻帅气又有钱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的前妻有点多。大花将会是他的第6任妻子，但没办法，谁不喜欢帅气又多金的男人呢？更何况是普通人嫁入豪门，这点缺点还真不算啥。很快就到了饭点，继母有意无意的开始和女婿搭话，说自从她老公走后，家里很久都没有来男客人了。没想到第一个来的就这么高贵。一顿寒暄后，继母把亲女儿小花叫了出来。小花故意穿着和大花一模一样的衣服下楼，刚坐下就表明了自己的心思。她说姐妹俩虽然是同父异母，但从小喜欢的东西都一样，吃的穿的用的当然也包括男的。接着小花就付出了实际行动，先是明着和姐夫眉来眼去，再是偷摸在桌底下勾搭小帅。但姐夫小帅显得很淡定，不吃他这一套，反而把手伸进了大花的双腿。只能说大家在桌子底下都挺忙的。吃完饭，大花和小帅就回屋亲热了。隔壁屋的小花却一直透过墙孔观看现场直播。很快大花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她将一根大针插入墙孔，恶狠狠地警告妹妹，再挖墙角就把你变成独眼龙。接着还用纸巾把墙孔堵住，继续做她的运动。片刻后，母亲进入小花的房间，不停地鼓励她。原来整容和勾引都是母女俩的计划。母亲想让小花取代大花和小帅结婚，只要能嫁入豪门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小花也露出了迷之微笑。至于小帅，他只是长得年轻，实际上他已经60多岁了，永葆青春的秘密嘛，我猜应该是吃了唐僧肉吧。第二天，小帅的秘书提醒小帅家里没肉了，小帅笑了笑说马上就有了。什么意思这是？随后秘书给大花送来了一套绝美的婚纱，旁边的小花羡慕的都要流口水了。看着两眼放光的小花，秘书把掏戒指的手又收了回去。大花嘲讽完小花后，就跑出去给离开的秘书送伞了，因为马上就要下雨了。晚上大花被一场噩梦惊醒，醒来后发现婚纱不见了，隔壁还传来了母女俩的笑声。大花闻声赶来，发现小花正在偷摸穿她的婚纱。母女俩一边照镜子，一边还大声地嘲笑她。大花让小花脱掉婚纱，在继母的提醒下，大花才意识到自己的双脚被锯断了。伴随着一声尖叫，大花滚下了床。原来又是虚惊一场，这依然是一个梦。但当她想打开窗户通风的时候，才发现窗户被封死了，门也被锁死了，就连婚纱也不见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墙孔还有煤气不断地渗进来。没过一会儿，大花就晕倒了。这恶毒的继母还真有点像灰姑娘她妈呀。另一边，继母带着穿着婚纱的小花来到了小帅的家里参加婚礼。小帅掀开了小花的盖头，继母则在一旁解释说，因为大花出了点事，今天来不了了，现在就由小花替她把婚结了。而且小花比大花更年轻更漂亮，你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没想到小帅听完后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凑过去闻了闻，还说了句好想吃。哎，都60多岁了还是个渣男呢。小花以为小帅说的好想吃指的是某方面，就笑着回了句愿意效劳。这车开的真是猝不及防啊，丈母娘还在旁边听着呢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另一边大花醒了，原来她是被那个小帅的秘书给救了。但今天秘书的身份并不是秘书，而是化身成了一个女厨子。她劝大花别再执着了，然后把戒指扔在了肉堆里。没想到大花却怀疑她和母女俩是一伙的，目的就是想阻止她嫁入豪门。大花发疯般的拿回戒指戴在了手上，简单的穿上婚纱后就去抢婚了。一旁的女秘书默默地说了一句，我对雨伞的报答只能到这儿了。接下来小花兴奋地参观着小帅的私人密室，墙上挂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切割刀具。就在小花迷惑的时候，突然被小帅注射了一支镇定剂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一会儿你就懂了。他把小花绑在了手术台上，一刀下去，血肉模糊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刚才小帅说的好想吃是真的好想吃。此时大花也来到了小帅的家里，他误打误撞进入了手术室，在看到了已经死亡的妹妹和浑身是血的小帅后，吓得落荒而逃。惊慌失措下，大花躲进了一个满屋婚纱的房间里。小帅很快跟了过来，并打开了房门。
大花此时正蹲在地上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小帅刚要进来，却被秘书叫住了，说他美国的姑妈来电话了。小帅只好先去接电话，大花这才敢站起来走动一下，发现房间里有6件带血婚纱。本以为危险解除了，没想到下一秒就看到了成精的婚纱。婚纱像活人一样在那里喘着粗气，吓得大花魂不守舍。突然出现一只手抓住了大花，大花再次尖叫了起来。没想到已经在自己的房间了，一旁叫醒他的继母也吓了一大跳，难道又是一场噩梦吗？继母还不忘嘚瑟一下小花嫁入豪门的事实。两人来到客厅，继母拆开了小帅一大早送来的包裹，说是小帅要孝敬他的，里面是一坛肉片。继母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块又一块，一边吃还一边夸赞，又嫩又有筋道。看着这坛肉片和自己手上的戒指，大花恍然大悟，原来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，这肉就是小花的肉。继母狼吞虎咽地吃着女儿的肉，这听起来是多么的嘲讽啊！得知真相的继母摔了肉坛子，瘫软在了地上。而此时大花发现里面有一个眼睛还在动着，看着地下的眼睛，大花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死了。故事的最后，小帅正坐在餐桌上，一边吃着肉，一边和秘书聊着天。通过对话才得知，秘书的身份其实是小帅的母亲。两人都是食人魔，他们天生就是吃人肉，而且专挑那些年轻漂亮的少女，这也是他们永葆青春的秘诀。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不是因为虚荣，小花就不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。如果大花听了秘书的话，懂得适可而止，现在也就不会失去生命。总之，人心隔肚皮，量力而行，适可而止。追求虚荣之前，记得先升华自己。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